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明朝天启年间王工厂的一次神秘大爆炸事件。首先，我要先讲一下什么是王工厂。简单的说，王工厂是明朝的一个武器制造机构。明朝的武器制造分成中央和地方两个部分，那么以中央的武器制造为比较主要。随着永乐皇帝迁都到了北京之后，明朝的中央武器制造也跟着一起迁到了北京。负责中央武器制造的主要是工部还有内务府两个部门。工部管理的是军器局，内务府管理的是兵账局。军器局下面还有一个盔甲厂和王工厂，主要是给北京的一些驻军提供一些军器和军装。那么兵账局的下面也有一个火药局，主要是给皇帝的侍卫军提供一些军器，还有当时的仪仗队，它需要各种神器，也是从火药局这边制造的。那么有时候皇帝会赏赐给一些高级将领或者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领袖一些特殊武器，那么这些武器也主要是由火药局来制造。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王工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火药制造中心之一，它就位于北京的宣武门内。首先我要声明一下，这次大爆炸并不是什么离奇的故事，而是一次真实的历史事件。由于这次爆炸发生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而且记载了这个事件。根据明朝史学家纪六奇所写的《明记北略》的记载，在天启6年5月初6的4时，也就是公元1626年5月30日上午9点左右，从北京城的东北到西南的方向，突然出现了一股灰色的气体。随后房屋就开始出现了震动，然后又一声巨响，天塌地陷，一片漆黑。从这个顺城门大街到刑部街，方圆10几里的这个房屋都变成了粉末。那么当时就有房屋倒塌了数万间，死亡人数是达到了2万多人。而且在这个王工厂附近的死伤是特别的惨重。当时有一位司礼太监叫做刘若愚，他在这个民工史里面有记载说，一声巨响之后，20多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摔在地上的时候，树根朝上，树梢朝下，倒塌的房屋不计其数，死者中有名有姓的就有数千人。那么那些全家被埋，还有不知道姓名的人，又不知道有几千人。这些死者赤身裸体，四肢不全，情形非常的恐怖。当时有一份民间报纸叫做《天变底钞》，他对这个大爆炸有一个很生动而且很详细的这个描述。他这本书里面有说，明熹宗就是天启皇帝，当时正在乾清宫里面吃饭，那么大殿突然发生了震动，明熹宗于是赶快跑向了这个交泰殿，身边的那些随从都来不及跟上，只有一个贴身侍从，他就扶着明熹宗一起跑步前进。这个时候一个瓦片突然从屋顶上掉下来，把那个随从砸得脑浆迸裂，当场死亡。在当时有很多就是那个工匠，他们正站在那个脚手架上给那个大殿的屋顶做一个修缮，那么突然被那个气浪就是给震落在地上，就大家全部就摔在地上，那么很多人是当场的摔死，据估计当时有当场死亡了就有2000多个。那么更加离奇的是，很多大树就是被气浪冲到了高空，而且石驸马大街有一个石狮子，那么这个石狮子估计是有5000斤左右，那么它居然说飞出了400多米。在这个长安街和德胜门，人头跟断肢就从天上不停的掉下来，非常的恐怖。而且当时的很多朝廷官员也受到了这个爆炸的这个冲击，比如说官员薛凤祥、房壮丽
还有吴宗伟他们在街上的时候，他们的轿子就是被那个气浪给打坏。工部尚书董可威他造成了双臂骨折，还有御史何廷书、潘云逸他家里面的房子是直接倒塌掉，那么全家都就是全家被那个房子就都被埋起来，然后就全部身亡了。当时的官方的记载是这个《明实录》，它里面也有写说，王工厂爆炸的时候，霹雳之声不绝，烟尘蔽日，那房屋倒塌是10930多间，压死男女有537名。那么如果是因为爆炸造成的这个房屋倒塌的话，应该都是一瞬间的事情，里面的人估计是来不及逃跑的。那么倒塌1万多间却只有500多人死亡，好像有一点是不合常理。由于这次爆炸是发生在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的北京，连明熹宗本人都受到了爆炸的波及，所以很多的历史文献对这一次灾异事件都有一个记载。不过在当时因为科学知识非常的匮乏，所以对这个爆炸也没有进行过什么科学的分析，直到1986年在北京开展了一个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才有一些比较合理的解释。综合各种研究来看呢，对这次大爆炸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就是地震引发了王工厂的火药发生了爆炸。天变底钞它记载了一些大爆炸发生前的一些诡异的现象。第一个就是地震发生之前的1个多月，有一种叫做鬼车鸟的鸟类，它在京城的上空是昼夜啼叫，声音非常的凄惨。那么这个现象其实就是符合大地震发生之前一些动物的异常反应。第二个就是地震的前几天，那么在京城午后的天空会出现一些红色、紫色，而且形状就是像旗子的一些云朵。那么现在根据唐山大地震一些幸存者的这个描述，就是很多人说在地震发生的那么几天，那么天空中也出现了一些彩色的云朵，而且有人在晚上看到过天空中会发光发亮。所以这本书中记载了这些彩色云朵，很有可能就是地震发生之前出现的一些地光。那么地光具体是怎么形成的，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科学的定论。但是根据现在的研究的话，地光可能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那么因为地壳活动造成了非常多的这个能量会进入到大气层，那么就会引起大气层的物理化学反应。第三个现象就是当时负责观测天象的这个钦天监，他们在5月初6的4时就听到了一些地鸣声，就是一些巨大的响声。那么这个地鸣是地震发生的时候，一些地震波会传到空气中，然后就会变成一些声波。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个地震，所以地震波会激发大气里面的静电荷会放电，所以有了这个电荷之后，那么王工厂里面的那些火药就非常容易发生爆炸。然后大爆炸又会因为就是旁边有很多这个建筑物，所以可能会因为这种特别的这个地形，它就形成了一些火龙卷。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很多这个大树还有这个5000斤重的这个石狮子居然会被卷到天空，所以就说这个是一种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和第一种解释刚好相反，不是地震造成了爆炸，而是人为或者一些偶发的因素引发了这个爆炸，然后爆炸又引发了一次浅层的地震。因为根据记载呢，这一次爆炸造成的破坏基本上都集中在王工厂方圆几里的范围之内，而北京全城并没有什么破坏。那如果是一个大地震的话，它造成的破坏肯定是大范围的。第三种解释是陨石说，
根据民公史的记载，在天启6年5月初6的辰时，突然有一声巨响，那么有20多棵大树被连根拔起，地上出现了一个10多米长的一个大坑，从西安门一带开始掉落一些米粒大小的这个铁渣子。根据这个描述的话，好像当时应该是有一颗铁陨石，那么铁陨石坠落的话，它会造成深坑跟冲击波，然后就引发了火药场这个大爆炸。第4种解释是飓风说，就是北京在春夏之交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一些南风跟北风交替的这个现象。那么大爆炸发生的当天呢，可能是因为南风跟北风交替的过程中出现了龙卷风，那么北京的天气又比较的干燥，所以龙卷风中会出现一些静电，那么静电就会引起火药爆炸。最后一种说法就是热核爆炸说，有一些专家认为说它在王工厂爆炸之前出现了一些什么地光啊、火球啊、地鸣啊，就是这些现象的话，它就说明这个爆炸力的来源是来自于地下。但是这一次爆炸造成的范围又非常的不均匀，它基本上就是集中在王工厂的附近，所以就是说可能是当时在地下王工厂的地下出现了岩浆活动，那么有一次能量比较小的这个火山冲击活动就刚好在王工厂的下面，所以就是刚好引发了大爆炸。至于上面的哪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到现在为止还是众说纷纭，并没有一个什么定论。但是在我自己本人看来呢，就是不管是哪一种自然原因造成的这次大爆炸，那么造成了这么大的人员伤亡的话，其实都是人为因素大于自然因素，人祸大于天灾。首先呢，就是明朝当局罔顾人命，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地点来存放火药。那么他这么做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害怕有人会造反，会把这些火药给抢走，所以他要把这些火药放在皇城附近，这样子容易进行控制。据估算，王工厂每天的生产黑火药数量大概是10吨左右，每年的产量大概是3000吨左右。到了天启年间，因为东北的战事非常的紧张，使用了非常多的火器，所以王工厂里面存储的火药的数量不大可能超过1年的产量，应该是几百到3000吨之间，就相当于几十到300吨的 TNT。 那么这么多的黑火药，如果它一起爆炸的话，威力也是十分惊人的。但是这么危险的物品居然就放在人口稠密的北京城内。王工厂位于北京的宣武门，它往南200米，往西500米左右，就是北京的内城，距离北京的故宫也就差不多是2500米左右。那么请问当今世界上会有哪个国家把这么大规模的弹药库放在首都，或者说放在领导人生活办公的场所附近呢？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或者遇上了外敌来袭，那不就很容易被一锅端，造成整个政权直接覆灭吗？王工厂大爆炸发生的时候，冲击波达到了10几里，连明熹宗本人都受到了波及。如果他也像那个随从一样被瓦片砸中，当场一命呜呼，说不定中国的历史就会要从此改写。而且更令人吃惊的是，王工厂大爆炸发生之前呢，它因为火药爆炸而造成的人员伤亡事故，其实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但是就是没有引起丝毫的重视。比如这个司礼太监刘若愚，他在《左宗志》里面有记载说，位于北京东南方向的这个盔甲厂，它在万历年间就发生了多次的火药自燃自爆的事件。比较严重的一次是在万历33年的9月丙申的时候，书中这么记载：
忽响一声，烟如林之，烧死京城领要把总等官9员，军人63名，重伤者22名，毁房屋若干间。理科萧劲高所提烧死不下数百人。这里的烟如林之就是我们说的爆炸形成的蘑菇云。那么这边的死亡人数是达到了将近100个。而且礼部官员萧劲高他甚至记载说死亡人数达到了数百人。那么不知道是王工厂大爆炸造成的伤亡太大，使明熹宗害怕天怒人怨，还是他觉得再这么搞下去自己也会性命堪忧，所以他就为这个事情专门下了一个追击诏，然后把这个王工厂迁到了距离紫禁城10多里远的这个北京西直门，改名为安民厂。但是换汤不换药，王工厂换了地方换了名字之后，还是一样的事故频发。明熹宗朱由校他在位期间是不务正业，整天就是摆弄一些木头，所以他被人家叫做木匠皇帝。才23岁就因病驾崩，然后传位给他的弟弟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在崇祯皇帝在位期间，王工厂也一样发生了很多次的大爆炸。比如有一次是在崇祯7年的9月，王工厂发生了火灾，那么炸死炸伤了数千人。在崇祯11年6月初2又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这一次大爆炸把那个北京西直门的城墙都给炸毁，然后伤亡是上万人。除了这个王工厂之外，其他的火药局也是一样的频发事故。比如明朝官员习光渠他就记载了说，在明朝这个崇祯年间负责有一个机构叫做云监会馆，那么这个会馆也是负责制造火药的。在一次火灾中呢，烧掉半成品的火药有3000多斤，厂房11间，烧死的这个工匠不可计数。那么这么多的事故，说明王工厂大爆炸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为因素，因为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自然因素会引起这么高频率的这个爆炸。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管理体制混乱，官员贪污舞弊。明朝从这个永乐皇帝开始，就利用一些宦官来监督牵制外臣，以此加强皇帝的统治。到了明熹宗的时候，就出现了魏忠贤这个权力无边、专断朝政的大太监。为了直接控制武器的制造，明朝的皇帝对这些武器制造机构实行了双重管理体制。比如军器局，它是受工部的管辖，由工部的主事来监督，但是它又有宦官来进行主管。第二，兵将局受到内务府的管辖，由宦官来主管，但是兵将局要制造武器的话，它这些原料也要通过工部来置办。所以这种多重的管理体制就造成了军器局的管理真的是一片混乱。因为多个人负责就等于没有人负责，那么出了事故之后就不知道去找谁，而且就算有了一些改进措施，它也不容易得到实施，毕竟大家谁也不想去惹麻烦。那么到了明朝中后期以后，它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是越来越差，但是各级官员的贪污舞弊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由于这些官员的磅礴克扣，所以军器局的工匠的待遇是越来越差，所以就很多工匠就开始一直逃亡。比如说在明英宗的时候，军器局的官员还有工匠的数量差不多是5780多人左右，那么经过30年左右就剩下2000人了。军器局下属的这个盔甲厂和王工厂，原来它的工匠数量是9200人左右，那么经过20-30年的时间呢，这些工匠就是跑的只剩下1600人左右，减员达到80%以上。在王工厂大爆炸的第2年，
就是天启7年的时候，这个明熹宗啊对工部官员陈维新，就是在给他一次回复中，他说现在这个战事非常的紧张，你要想办法筹集这个钱粮，不要让这些工匠停工。那么你可以想一下，就是说现在国家的战事非常紧张，然后这个军器局其实它的作用应该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么关键的部门居然会因为这个缺钱，然后导致的工人停工，说明就是整个国家就是穷困潦倒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这些工人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待遇肯定是非常的不满，那么当然就没有人会去认真的去生产，去搞什么管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些危化品就是黑火药它一旦处置不当的话，再加上一些偶发因素的话，那么发生事故基本上就是必然的了。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期待下次再见。